作为一个 AI 的总助手，你只要问他你的需求，这个助手呢就帮你问遍所有的 AI， 问遍所有的 APP， 帮你找出最好的结果。所以你就不用再自己，像我现在手机里头有十几20个 AI， 我都要自己试自己试验。我难以想象有人可以打破 AI 的应用一统江湖，还做到手机里头，这连像苹果跟美国的手机都还没有想到，人家。这字节跳动都做出来了。在这一场中美之间的科技战，特别关心 TikTok 现在呢，预估2025年获利年赚500亿，已经直逼了 Meta。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现在大陆很红的这个中国式的 AI 开始替你做事了。这一款手机，我们等一下会特别一起来做关心，叫做豆包手机 ，iPhone 的时代会逐渐被终结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彭博社特别做的报道。字节跳动2025年。它预估呢，它的获利可以直冲500亿美元大关，已经是直逼 Meta。Meta 在去年的时候赚的金额大约是600亿美元的一个获利水准。那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500亿美元，其实呢，字节跳动已经年成长幅已经高达了20%了。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有重要的3大引擎来。增加它的成长动能，第一个就是它的流量。我们看到 TikTok 全球的月活跃的用户已经冲上了18.8亿人，这个是正式超越了 Instagram。再来是电商的商机，它已经导入了包括直播购物以及 AI 的个人化购物消费额，因此爆炸性的成长。最后就是它的广告收入已经碾压了传统平台，据说它的这个广告的投资回报率更是高达了2.4倍。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看到说，当时呢。不断的去压制这个 TikTok，我们看到美国用国安理由，到底能够挡多久？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不管在流量，不管在它的电商，或者是在广告上面，都呈现一个爆炸性的成长。大使怎么看？美国要进 TikTok 老早就进了，现在问题是川普很喜欢它，川普超爱 TikTok 的。川普事实上他本来也不知道 TikTok， 就是说抖音在美国扮演什么角色。可是在他上一届选举的时候，他说哇。有一个社群网站叫 TikTok， 他说啊，我们被这个民主党这些自由派的这些假新闻机构把我们的讯息都蒙蔽的时候，只有一个管道让美国的年轻人知道我川普跟共和党有多伟大。所以呢，给我们的支持率支持多少，赚了多少票，就是 TikTok。对，所以 TikTok。现在是他的后台，在美国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川普先生，所以呢，川普先生认为对的，他不会禁他。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陆还不同意你随便收购中国的这个有中国的这个元素的这种台。现在 TikTok 它现在已经变成好像新加坡公司了吧？他那个老板已经转到新加坡了。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TikTok 的问题是什么呢？它这个全世界用户，我记得它上一次我记得好像有18亿，美国也不到2亿啊，对，所以它的获利是全世界，不是美国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TikTok 还会有继续成长。它最近的刚刚会讲到那个豆包手机哈，哇，真的很神奇啊，所以 TikTok 事实上的话。它不但在美国活跃，在全世界的各个市场还是继续活跃哦。对，所以这个公司它还有极高的创新能力。那你看它最近那个豆包手机，你就知道它的那个创新能力有多可怕。所以我认为，只要川普在的话，那川普对 TikTok 是极为喜爱。因为他认为是TikTok 是美国的年轻选民突破美国信息茧房的最重要管道，透过这个管道。川普的伟大跟 Mega 的伟大，才能让美国年轻人知道。你看这多重要。好，一边是 TikTok， 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字节跳动。好，我们来看到它刚刚也说了嘛，它推出了这个豆包手机，其实呢，它是跟中兴通讯合作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因为这一款手机现在非常的火热哦。最大卖点其实也不是在它的硬体，而是在它的这一些相关的代操能力。它有这个叫做豆包手机助手的称号，就是它可以在用户你的授权之下，它直接帮你这个在荧幕上模拟点击，自动滑入，然后就自动输入。所以说你要叫外卖啊，或者订机票、比价购物，就是它一条龙就可以帮你完成。
重点是这个价格又不断的被炒高，是不是太受欢迎了？因为原价本来是3499元人民币，现在二手市场竟然被炒到180万，是原价的500倍，而且还有非常多衍生出来的是叫做体验租赁市场，怎么一回事？这个正在跟 AI 助理竞争吗？上次哥怎么看？哇，豆包手机背后是字节跳动，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我们要看一下 AI 这件事情跟手机怎么结合。我们知道 AI 过去叫做大数据模型，大家跟 AI 对话嘛，对吧？然后画图，帮你做音乐，甚至帮你做视频，已经厉害到爆炸了。可是呢，这里头很多人学生会写报告，商业当中帮你做很多的这种 PPT 啊，这就是大数据原先的 AI， 我们在用的 AI。好，那 AI agent，AI 的助手。或所谓这个豆包手机是什么概念？我们讲 AI agent 现在这个很关键，而豆包手机是把 AI agent 做成手机。什么叫 AI agent？ 就作为一个 AI 的总助手，你只要问他你的需求，这个助手呢就帮你问遍所有的 AI， 问遍所有的 APP， 帮你找出最好的结果。所以你就不用再自己，像我现在手机里头有10几20个 AI， 我都要自己试自己试验。刚刚讲今天要做图，要做 VCR， 然后做报告，可是叫 AI agent 就可以了。这个概念很清楚，没有人否定，包括黄仁勋也都说是下一个 AI 最重要的应用。结果字节跳动就把它做出手机，非常厉害。我们到中国大陆现在都要关注的，除了 DeepSeek 有6大巨人，注意 DeepSeek， 阿里跟腾讯。他们是自己是非常大，一个有社群，一个有电商，都很懂的观众跟顾客。一个百度跟华为都在做 AI， 嘿，字节跳动，它有抖音，它有 TikTok。更熟悉现在时候你在做视频，你需要什么？而且你看它直接做成豆包手机这个 AI agent， 所以它就在里头。比如说过去我们要去上饿了么，要上美团、京东，包括淘宝去买东西，现在去外送。以前你要自己看我要选哪一个，现在你告诉豆包手机说我现在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奶茶要送给思敏。它瞬间就把你比价比完所有的你现在要叫美团、京东、淘宝，他们最近大家大补贴，大家都损失几百亿，结果豆包手机统一天下。所以最近呢，阿里跟包括腾讯就很生气，他们觉得我要关掉让你可以的 AI 进到我，大家在对抗。可我认为 AI agent 服务太厉害了，你看我难以想象有人可以打破 AI 的应用，一统江湖，还做到手机里头，这连像苹果跟美国的手机都还没有想到，人家这字节跳动都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为什么现在会说手机新手机可以在二手还花那么多钱买？背后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我用了豆包手机，吓死人了，我都觉得美团跟京东淘宝都不要活啦。就是这里头你再怎么开发补贴都不及 AI， 而且对于懒人、想省钱的人、想要最有效率的人来讲，实在太好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概念。豆包手机出来之后，未来中国大陆的 vivo 啊、欧宝，你可以想到所有的这些小米手机也被迫要进入到这个地方，否则没有办法竞争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字节跳动携手中兴通讯一起做的这个 AI 的豆包手机，现在是造成了自己中国大陆的内部这个 AI 助手还在内卷。那另一方面，我们持续来关心比较敏感的议题，就是 TikTok 的股权跟控制权，当时在这个中美的地缘政治之下，持续受到美国的压力。最新消息，这 TikTok 的执行长自己出来说了，字节跳动确实已经出售了超过80%的美国资产，接下来会有甲骨文、银湖资本等美资主导。那字节跳动自己掌握的只有20%的股权，但是重点是这股权很重要，因为它掌握了这个演算法的逻辑是在中国大陆的，资料在美国，等于它还是掌握住那个重点的大脑。所以美国真的有赢吗？舰长怎么看？首先你要知道，像字节跳动这种，它是一种服务业，服务业跟传统的制造业是截然不同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它这个一年的盈利不是营收啊，赚500亿美金，哇天哪，什么行业能赚500亿美金？你知道去年2024，福特，美国最老字牌的一个汽车公司，它的员工人数是17万人，它整整一年赚了50亿。每个人赚的辛苦的要命，赚了50亿。那这个字节跳动呢？它总共全球的员工是只有这个10万人，就只有它的一半，赚它10倍。所以它一个人工的一个叫做员工对公司的贡献，几乎是福特的将近17倍到20倍，就知道服务业是跟制造业是有差多少。那第二个，你说这个制造业赚这样子，那服务业它是靠什么赚呢？我这样想。TikTok 靠什么赚的？
今天我们也有在用啊，用 Line 用脸书。那我也是一个软体公司，我们可不可以来一起研究一下，找几个软体工程师来做一下？那样你会不会做？我也会做啊。脸书我也可以做啊。那它赢在哪里？为什么它赢？它这里其实有一句话讲了，就是说我们的投资它的那个回报率是2.4倍。对。你跑到脸书去投资率也许是1.4倍、1.3倍，你就没有办法这么快。为什么？它背后有一个演算法，这演算法就是说。他很快会知道你们谁喜欢什么东西。他们说我可能喜欢这些东西，那他当有一个商人在这里需要卖的时候，他会向我推荐，而且他会知道我的品味。哦，高端的我会买，低端的我不买，或者低端的我买，高端我买，他会推到适当的人的那里去，结果他就造成这个生意构成。那这个演算法怎么出来的？我说这个东西演算法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举一个例子的演算法，你们就会立刻知道它的演算法是何等之困难。像我们。最近有一个叫做4G、5G 以及6G 的这些的演算法，一般人都以为说这些不同的通讯就是一个硬体不一样，然后越来越快，频宽宽一点，所有人大概这样想。其实你真的去想，就它其实也是后面的演算法。4G 哦，它的基地台同时服务是大概400个用户端，5G 哦从3000开始，5G Plus 到了2万。6G 服务10万个用户端，你就是说，我今天一个基地台在这里，好比说在我们这个101的跨年的时候，在台北，现场有7万人，你说我一个基地台通通可以，而且这7万人，将近10万人在用的时候哦，他会觉得这个基地台只在用我，为我一个人服务，没有人会delay，所有的人在用都可以跟他的用户端完全不管这个人在纽约。在高雄在哪里，他就可以立即的跟他去通讯，不会去堵塞。它的差异在哪？硬体固然是一个，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软体。礼拜啊 ，AI 的变局真的是变化万千，可以说版图又重新洗牌了。因为呢，中美企业都端出了重磅级的产品，语言模型变得更强大。我们首先来看到中国大陆这边，这个 app 大家手机上下载了吗？是什么？是阿里巴巴推出的千问 app。它上线才1周呢，就已经累积超过1000万的这个下载量了。那这个应用呢，跟那些你之前玩啊，可以帮你抽出一些梗图啦，一些什么吉普力啦，帮你写文章等等那样 ChatGPT 的使用体验不太一样。它可以说是阿里巴巴整个生态系的一个真正的 AI 整合入口。像阿里巴巴旗下大家都买过嘛，淘宝嘛，电商，还有出行导航用的这个高德地图，付钱的支付宝，然后生活美食、饿了么等等口碑等等，现在一个 app 就可以直接帮你导入，你给它下点指令，它就可以像那个科幻情节一样，都帮你直接输入到你要买什么，你要吃什么，我直接告诉你，这样一站式的服务。那就说这个代价是呢？用户啊，你就要被绑定在阿里巴巴的生态系，就你必须要用阿里他们家的所有东西，其他连到外的不好意思都没有办法帮你连到外面，因为钱要留在自己家赚嘛。所以想问干哥，你觉得这个千问 App 可以说是中国大陆这个杀手级的 AI 应用吗？还是说会跟 DeepSeek 刚出来一样，哇，吓得华尔街每个人都屁滚尿流，但是最后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什么事情都不要看得那么早哈。虽然说这个千问出来，你知道它多吓人吗？它才1周就下载突破1000万。我先告诉你，现在是多少？是6亿次下载，它非常可怕，它已经超越了，就是我们年前才讲过 DeepSeek， 对不对？那它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用户都说这个叫做生活好帮手，不是你现在看到说在叫你去什么美食啊，什么饿了么什么等等之类的，还有导航这些，他说不是这样，他会跟你谈话，真的是 AI 的智能的展现，他会跟你谈话，就是说。你要解决问题，对不对？比如说找路，路找到了之后，你要怎么样找到你要去的那个点？要从什么地方进去比较快，或者是你应该要坐什么车比较快？当你在进行当中，还可以继续跟他聊，说我好像碰到困难了，你帮我解决问题。就是说，他们说这叫做能办事的个人 AI 助手，叫做实用派代表，代表他的人工智慧又进阶了，不然。他不能够这么拟人化的来跟你对谈、跟你对答，所以其实他这个是超越了 ChatGPT 跟那个 Sora 等等 DeepSeek 一样，史上成长最快的 AI 系统。那千问它的原因是在它的原有的 iOS 跟那安卓的应用程式进行了更名改版之后，统一纳入了开源里面，就是 QWAN 里面。
它统一纳入 Q1 里面去开发的。那所以用户的体验就是说，他们觉得真的很火爆，是它这个东西真的很火爆。可是唯一它现在做不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想这么厉害了，已经可以帮我们中途解决很多问题了，包山包海，对不对？它现在还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叫做炒股下单，这个还做不到。他说这个是有牵涉到国家法令的，我还不能够炒股下单。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如果他有一天他能够连这个都做到的话，那千问 APP 就横着走了。真的。不过这因为基于其实不仅仅是，就说我们大陆那边，我们台湾这边也一样是不行的问题了，这是法令问题。他只差这个做不到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也有网友说，我跟你讲，千问 APP 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它就像是在2次大战的时候，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一样，他现在只要能够攻上滩头的话，以后他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不过我还是持保留态度啦。是，就算千问 APP 它现在已经是打下诺曼底，对，打下诺曼底以后，你还要打下康城，还要打下色堡，再打下巴黎，最后才能够回到柏林，进占柏林才能够成功。是，千问 APP 你可能会打到柏林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段时间，而中途还有多少人会半路杀出程咬金出来跟你对抗，那就很难说了。不过我觉得阿里巴巴已经投资1000万了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其实有很多我的朋友也讲，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写论文都在用了，也在用阿里巴巴的程式啊，也在用 ChatGPT 啊，看谁写的比较好，还拿来比较，你知道看谁写论文谁写的比较好。真有空，他说我完全有空，为什么？都他们在帮我写，真的。学生已经在用这个软体在写他的论文了，里面总是缺乏了人性，我觉得还值得我们观察下去。说到科技的进步，这个其实我们公司这几天也非常多同事都玩起了美国公司推出的产品，就是 Google 旗下的 Gemini， 最新更新到这个第3代了，非常的厉害。升级它有多强呢？观众朋友真的要用了才知道，包含一些复杂的推理。可视理解方面的表现都是令人惊艳。看这张照片，你输入它一些这个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你输入它一些指令，它可以帮你写书法，还可以帮你落款啊，而且是非常好。以前 ChatGPT 在输入一些文字的时候会错误，现在 Gemini 已经攻克这个问题了。好，而且并且 Google 也是家大业大，跟阿里巴巴一样嘛，整合手机、搜寻、云端整个自家生态，它应有尽有啊。所以谷歌比千问更强的是，它是开放全球。阿里巴巴再强，它主要是中国市场为主。那现在 Gemini 3出来了，格局更大，就连竞争对手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用了都忍不住称赞啊，真的是好东西，太强了。所以要知道，美国这个 AI 的国家队不只有 Google， 他们的7巨头 Magnificent Seven 是轮流发力，软硬体都有龙头在跑。虽然说现在中国的追赶实力很强，但是美国现在领先第2名，管你是中国、欧洲还是要大搞 AI 基建的阿拉伯，现在跟美国的差距，上次哥觉得还有多少？我想今年是这样 ，ChatGPT 5.0是在8月宣布的，当时用的时候哇也好强好强，然后之后呢，到10月的时候是谁呢？就马斯克的他的 Grok 4.1出来之后，哇好强好强，他说他比爱因斯坦还要的头脑还要厉害，我那用一次觉得好强。然后现在 Gemini 刚出来3.0，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就是我刚刚经常讲的。我呢，因为向来对这个软体AI， 我是真的，我是有我的手机有一个整个页面全部都 AI， 包括中国大陆的我是很爱用的。我自己现在都在做一个 AI agent， 我自己给我自己用的。哇，这 Gemini 真的很厉害，所以不得不说美国还是有它的厉害。但是我们要讲美国是讲厉害哪里？第一个，它还是大语言数据模型。它背后是几百亿，包括 Google 来讲，背后是上千亿台币以上，就是几百亿美金以上的这一些，包括辉达的晶片跟整个它的这个算力提供给你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问问题，因为大家大部分都去问或去画图等等，我们跟这么个巨大，仿佛跟个大神我们都有小猫咪去许个愿，画了一个4个漫画图，各种，尤其 Gemini 的部分的画图能力真的非常强，比 ChatGPT 厉害。好，但是我们现在讲第2名没有别的，第2名当然就是中国。那现在刚刚前面提到千问要知道其实千问当然大家在测试有几个测试的指标，当然都是输美国的，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现在都用中国的晶片。
因为毕竟不是用辉达现在最好的晶片，但是呢，以现在阿里巴巴的千问受到瞩目的地方是，它用的可以说是它是用华为的次级晶片，但他自己在写这个架构的效率，特别是所谓 AI Cloud， 也就是说 AI 的晶片算力在云端提供的时候，中国现在是另外一个系统，而且不要忘了，中国是开源系统啊，所以跟美国的部分的落地场景不太一样。我要跟各位讲哦，最近因为都在说啊 ，DeepSeek 啊，都在今年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新的更新，就只有一点点，大家都觉得 DeepSeek 好像不行了。各位千万不要小看啊，我有独家消息，现在 DeepSeek 的话，很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例如在今年2025年年初，它推出的一个新版本的时候，就当场把整个美国的 AI 类股。你知道，立刻就把整个的 ChatGPT 都打成巴烂了，而且它作为开源模式，给全世界的商业各方面都可以用。我知道现在 DeepSeek 的新的版本已经在测试了哦，很可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的又像今年初一样，我觉得会有它厉害。那 DeepSeek 现在最近为什么没有急着推出？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要求。同样的，大家他们就在用一个所谓都是中国大陆华为的次级的 AI 晶片，但是希望能够做出能够远比或者是追上美国我们刚刚讲 Gemini 3.0这个部分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大家现在放在中国是输的是第2名，但它的原因就是没有用辉达晶片，而且在发展自己的包括这种数据结构的。大几重的哈，就是说几千片、几万片的这样子的这个算力晶片一起来做新的这个算力结构啊，所以我认为还是可能要到真的中国大陆的部分的 AI 差很多吗？我看要到明年1、2月农历过年的时候还有得看，可能还有得看哦。好，这 AI 大战真的太精彩，时不时就会蹦出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玩哦。确实，我跟上次这个样，手机里面也是好几个 AI 软体，所以我们现在都赶在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风口浪尖上，就是人工智慧。那不管是技术升级的迭代极快啦，包含中美、中东、欧洲、亚洲各国，大家都在努力寻找我能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卡一个一席之地。不管你是开发晶片的、软体设计的，还是像台积电也好、晶圆代工的，只要绑定到 AI， 你的公司就有前景。可见未来的10年呢 ，AI 不只是产业竞争，它更是国与国之间一个新的外交语言、一个新的武器跟新的筹码。所以，我们以前瞻角度来看。介大使过去很多这个外交的场合，可能大家是谈经贸，然后一些农产品、水产品干嘛的。未来 AI 基建、算力、晶片这些，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筹码了吧？那当然了，这个是人类，就是说地球上各个国家哈，它必须如果说它不要变成2流国家、3流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产业链的末端的话，而不是领头羊的话。那叫 AI 上，它必须要有自己怎么样，自己的一片天呐。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们把这个阿拉伯算进来，我不晓得为什么阿拉伯有这个机会。哦，他们石油国现在买很凶哦，他只有钱，他只有钱。可是我最近听一些朋友在讲说，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在 AI 哈，不管芯片，还有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大模型啊，那这2方面的话来讲的话。双方的工程师的差异啊，这个数目啊，几乎10比1啦。哦，中国大陆这方面的工程师非常的多。啊，你去美国矽谷，你去美国的这个重要的这些啊，这相关 AI 产业的，他的工程师也是中国的，也是中国跟这个印度的，所以这一场竞争啊，当然外交上我是很看，可是它要落实到实际面啊。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哈，第一个就是技术能力，那技术能力的根源有2个，第一个你有钱，第2个呢你要有人呐，对，那你要有持续的政策，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比的话，我认为是领先的，我认为在领先的。那现在短期看起来就变成就是说，因为美国事实上是基础稳，那么哈。它一直是在这个尖端的部分啊，它占有优势。可是呢，这个现在在 AI 的硬体方面，我们就黄仁勋来讲的话，他不认为他能够领先多久嘛。就是说 AI 的我们分2个，一个是硬体，一个是应用。对，一个应用软体的部分，软体讲的是算法，那这个硬体是讲的是算力。那事实上算力来讲的话，
现在这个NVIDIA 它是领先是没有错，是。可是呢，NVIDIA 的老板也是说中国大陆的紧追的距离是很近的。对。那另外一方面就算法部分、大模型部分的话，我觉得的话，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变成2个不同的系统啊？我觉得还是短期内不会。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有它的最好的模型出来啊，它有它的这个模型，大家都觉得很好，像我们现在又有新的啊。可是美国能够，它有一天跟这个中国大陆讲说，我现在禁你所有的 DeepSeek， 你 DeepSeek 也好，你千问 NPP 也好，不准进美国市场。那中国大陆也说，那你这个也不要进中国市场。那中国大陆基本上本身就有14亿人啊，14亿人的市场，你美国3.5亿，你美国还要把欧盟拉过来，你要把日本拉过来，你要把很多国家拉过来，你加起来不过才10亿。那中间还有个印度，还有这些人口很多，可中国是一个成熟市场啊，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天啊，把中国大陆的东西我不让你美国来，那相对中国大陆也不让你美国来，是，那基本最后呢，尤其这个纯的所谓的算法的部分 ，DeepSeek 已经证明了中国人的这个工程师的头脑不在于你这些细补的美国工程师的头脑嘛，对，都已经。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刚刚那个尚志宏也讲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些就是说算法它的算力的部分是用比较刺激的晶片，它如果硬体也赶上来的话，那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天下要定于一很难，我觉得科技最后要定于一要很难。美国你看也现在你这个ChatGPT 出来了，对。马上又出来了，Google 又出来了，他又超越你了，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一样啊，你那个 DeepSeek 出来，现在这个千问出来，对不对？文心一言这个都有啊，那是不是大家就是还是在一个百花争鸣？可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外交部，我们属于政府的部分，我们是规则制定者，我们做一个规则制定下去的话，我今天美国我做硬体方面对中国大陆的制裁的话，中国大陆报复能力是比较小的。他非得用你的东西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如果说在软体的部分，我美国今天说你中国不能进来，那中国大陆也可以说你美国都不能进来，那最后就看谁的市场厉害了。中国大陆市场今天连硬体都美国都打不垮中国的华为，中国靠什么？中国华为的这个终端装置最后是靠中国大陆的这个庞大的市场在支撑它，所以它本来是全球的市场，这是硬体，可是软体就不一样。是，所以回到底这个庞大的内需还是支持现在中国大陆 AI 不管是硬体跟软体一个强大的底气。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不但没有杀死华为，现在反而逼出了一个更强大、更全面而且无懈可击的科技巨人了吗？我们要来看到是华为官宣说11月25号的时候有这个新品发布会，会有新的旗舰手机 Mate 80系列 Max X7 AI 全场景的新品都要全面亮相了。那这一次呢，华为它不再是试探，因为它直接对标的就是苹果要发起这个最强烈的挑战。而且现在大家在讨论说，其实现在呢最害怕的西方国家最害怕不是说这个手机，而是这个中国最神秘的晶片麒麟9030。因为外界的传闻包括说它的晶体管密度逼近了台积电的3奈米，还有说整体的性能呢提升20%。而且华为的绝招不仅于此因为现在说是硬体不够，软体来凑。华为即将要发布的这个 AI 突破性软体技术 Flex AI， 这个技术的核心效果，您从图卡上看到，他说可以把 GPU、NPU 利用率从30%提升到70%，那统一调度升腾加辉达多家的硬体。对标的是辉达收购的 Run AI 核心技术，颠覆了传统的这个数据存储的认知。好，所以现在大家在看说华为的这个算力黑科技，等于它是用软体重新来定义这个算力规则，找到可以他们在 AI 科技的战道上可以弯道超车的这个制胜密码。蔡委员，您看，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个麒麟9030，它的传闻很多嘛，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说它的这个晶体的管密度逼近台积电3奈米，那整体性能可以再提升20%，它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的药？麒麟9030当然是最新的晶片，但是它是手机晶片，它不是 AI 伺服器的晶片大家先做个区隔。
这个手机的晶片啊，可以装在最新出来的 Mate 80的手机哈等等。那它有很多的这些已经宣布或者尚未宣布的新的效能。不过它的晶体管密度是不是有3奈米？因为没看它官方这么说。对。啊，都大家猜的。对。所以只是说逼近啊，是台积电3奈米。那我们看到再来提这个，那整体性能比原来的提升20%，这是确定了。啊，因为他已经先给别人测试过了，确定是如此哈，所以我们这个再看看华为能够每一年哦，就有一个很大的一种提升手机的性能哦。我只买到 Mate 60，再下去没钱买了哈，所以它增长的速度非常的快哈，这个就是一个创新力的表现，这也是它能够这个一再的往上这个飞腾的重要原因。那他现在希望说。它出来的手机哈，不只是限制于鸿蒙系统，能够跟其他系统呢共构，所以开始说我可以跟那个什么，可以跟那个 iPhone 哈，什么用相容啊传达。那如果做到跟 iPhone 跟 Android 能够相容传达的话，那他离开中国大陆就打遍天下。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对啊。好，确实，那中国不但在硬体上是拼命追赶，现在软体呢也是弯道超车了。好，赖教授您来看这种思维可不可以奏效？那是不是现在是把美国直接逼进死角？我觉得刚刚蔡委员讲的是从从容容啊，他真的是打的那个美国连滚带爬啊。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了。我长期使用华为，我刚好运气很好。就在台湾要封的那一个瞬间，我买到，那时候是在大陆，所以它的那个时候的 Android 系统还是可以跨的啊。然后我儿子因为工程师嘛，他就帮我跨过来。你看那是5年前的事情哦，没有坏过一次。到现在吗？没有坏过一次，没有维修过一次，而且摔了不知道多少次啊，也没破。更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它的电池超强。那我后来是现在已经到5、6年了嘛，因为寿命终于这个它的速度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所需要这么大容量，所以我必须要买。可是我在台湾买不到华为，不能用华为，那所以只好换另外一台手机，美国的。坦白说，我必须平心而论，我1天的电池不够用，还没到晚上，白天还没到晚上，电池耗光。可是我以前华为到第2天还有电，那我用的，而且呢5年内它的电池不会减少，我现在才买新的，1天的电池就不够了，这代表什么？代表差太多，而且实在是很不好用。所以如果有 Mate 80出来的话，坦白说，我真的是期望它能够融到完全已经台湾的任何凭借都不会有了，也不用 VPS 了，也不用翻墙，都不用。我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一定要马上改回来。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好，您提到了有关于软体跟硬体之间的相补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大陆它在当时硬体被卡住的时候，它就用软体的方法要来解决问题。那它的软体确实突破了，可是问题是它的硬体并没有停止，它的硬体的发展研究继续在走。所以当它的硬体突破的时候，它事实上软硬两边的相互辉映它的功能就更强大了。因为一般来讲，当我的硬体很强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花很多钱在软体上呢？可是等到我的硬体也被追上了，它的软体更超越的时候，那我拿什么来去跟它竞争？所以我觉得，当大陆一旦解决了硬体的部分的时候，它的软件成为绝对的优势。在这个情形下，你认为有哪个国家可以跟中国大陆的手机来比？我觉得都打不过了啦，应该就是投降了。因为大陆的坦白说，华为，我还是帮他做广告，太好用了。有业配哦？没有业配，真是太好用了。所以代表那个蔡委员的60还可以继续用很久，因为3年都可以用，到现在还是3年都非常用。好，我们要来看你刚起来讲那个 Flex AI 跟手机没有关系，它是 AI 伺服器在用的，它对焦的是什么？是这个辉达的这个所谓 Run AI， 它叫做 AI 容器，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什么叫 AI 容器呢？就辉达来讲它把所有的各式各样的软体在调整它 AI 运算的效率，
就是说这边比较忙，我调过来这边用，这边比较忙调过来，那个叫做调度平台，叫 Run AI。但是现在啊，这个华为的 Flex AI 要更强。它不只是软体在调度，它连硬体都可以调度，而且它不只是调度它自己的升腾晶片，它还可以调度辉达的 CPU，还可以调度 Google 的 Tensor 晶片，因为是不同系统的晶片，还可以调度寒武纪的 NPU，所以它是一个把硬体跟软体统一调度的平台。那这是全世界第一款这种所谓 AI 平台的资源调度，唯一把硬体跟软体一起调度的。是。那辉达目前只调度软体平。好，中国之所以可以在软硬体呢都弯道超车，就是因为它背后是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在突围。我们接着要来看到的是，透过哈勃投资，华为现在布局了上百家的半导体公司，从设计、材料、设备到 EDA 工具，通通都自己来。所以您看到他说打造了一道去美化的钢铁长城，而且更让人振奋的就是寒武纪的这个 Newware 软体平台，它也开始对华为的 CUDA 发起了更多的挑战。过去呢，这个华为是垄断了全球的开发者生态，但是寒武纪它现在做到的是跨晶片、跨场景无缝接轨，而且呢还兼容这个 PyTorch， 说让开发者用起来可以更加的顺手。好，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全面的推行呢？因为更关键的就是中国官方说了，你用国产 AI 晶片的企业有能源补贴。好，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就是启动了 AI 国产化大迁移。那这一波变化很可能会直接改变的是全球的竞争格局。所以请教厉将军，那也就是说，辉达的垄断时代结束了吗？我们可以这么预测吗？我们讲 AI 竞赛，AI 为什么要竞赛？为了赚钱嘛，对不对？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赚钱。那怎么样能够赚钱？我有很多的客户都会用这个不是只有少数的科学家会用，连阿嬷他都会用 AI， 那你就一定赚钱。那怎么样让到阿嬷他们、阿公他们都会用？第一个就是好用，第二个就是这个容易用连他们都会用。第三个是耐用，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耐用。所以我觉得寒武纪它现在的发展理念是这样，它用晶片做一个算力的一个基底，然后用软体来释放这个晶片的这种计算的能力。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用工具来什么，让工具来讲可以让降低使用的门槛。就这个我用这个工具，又不会说只有高阶的科学家或干什么，要教授他们才会用，就一般的寻常老百姓、普罗大众都会用。最后来讲的话，它所谓生态，也就是说可以扩大它的使用的用户。那目前来讲，寒武纪是在朝这方面在努力。所以说，一个 AI 的发展不是说你做的晶片好就一定好这不是说是光这个这个 NVIDIA 的 Blackwell 晶片是比较高阶的，它就一定好。你必须要有其他的。包括到软体的配合，包括到客户的使用，包括你工程师的设计，最好能够让大家能够使用。我以前一直有一个观念这个毅力可能有时候你觉得电锅比较好用还是电子锅好用？这个很多我跟你讲你问老人家年纪大，一定说电锅，还是用电锅？为什么？它一个按键按下去，它就可以煮饭，不管蒸或干什么确实是简单好用。我觉得 AI 未来的发展也势必朝这个方向。那之所以中国如果说是要跟未来跟美国在这个 AI 晶片上面做竞争来讲的话，我想说，黄仁勋讲得很清楚。黄仁勋他曾经预言，如果说不让他的 NVIDIA 卖到中国大陆去的话，那中国可能在5到10年之内，搞不好还更早了、更快，就已经在这方面超越了中国。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中国现在已经H20已经这个禁止使用了，它愿意提供更多的补助包括寒武纪这些晶片。如果你用国产的晶片，我可以更低的这个价格补助。那中国来讲，大概从事这种 AI 晶片开发有100万的科学家，正在这每天24小时很认真的工作。但是矽谷从事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开发的工程人员大概只有2万人而已，所以人数它就比你多嘛。第三个，我们讲说是华为晶片来讲，现在我们刚刚讲的910它有一个9110C，它的算力之前都认为说是 NVIDIA H100很好用这个，但是910C它的算力，黄仁勋自己亲口讲，它的算力只比 H100要低8%到12%。所以从这方方面面看起来，如果说给中国这个不管寒武纪或者是更其他的相关的 AI 的企业来讲，给他更多的补助，给他更多的帮忙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很快会在短时间这个超越过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黄仁勋一直很焦虑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美国自己在拱手
把这个 AI 竞赛的这个冠军的奖杯自己奉送，因为它的管制让这个奖杯奉送给中国。是来自于华为哦。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会来讨论的，就是因为华为这次真的又砸了重金10亿，推出了这个叫天宫计划，并且正式的宣告 AI 代理时代开打了。那 AI 代理跟过去的传统 AI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这个功能，或者是有什么代表性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代表说中国要全面替代美国技术了吗？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华为的升腾晶片，现在预估呢会4连发。接下来节目我们会看到4款的晶片哦，包括了这个超节点的算力都能够反压辉达吗？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这一次这个同样也是最新的消息，黄仁勋决定了1000亿来砸在 OpenAI 上面，美国 AI 最后能够甩开中国遥遥领先吗？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华为的最新动态，是在他们在全联接大会2025上面，他们宣布了 Harmony OS 5终端设备已经突破了1700万台，也就是在此刻，华为决定要推出它的天宫计划了。这一回投资金额是人民币10亿元，推动鸿蒙生态会从过去我们看到传统的 AI 走向 AI 代理。刚刚讲了嘛 ，AI 代理有什么样的特色？它可以自主的理解、规划，甚至执行任务、学习、调整，不会只是单纯的回应指令而已了。这个计划跟传统的 AI 有什么不一样？功能升级跟背后的战略，尚志哥怎么看？首先，我们听到很多，不管是华为啦，包括整个美国硅谷的、矽谷的所谓的最新科技的时候，其实我从资本圈的专业角度，首先都会看它的资本有没有钱，市场怎么样，然后经营团队有没有人才来评估。但是让这些年不只看这些哦，现在要看的部分是第一的，它的供应链。这个技术在整个供应链里头站在哪里，有没有优势？其次，最核心的或最终极的，就看有没有生态圈。像我们提到华为现在做它的整个天宫，要做华为自己本身的所谓 AI agent 生态圈，我讲这很重要哈。我们过去讲鸿蒙系统，它简单来讲就是鸿蒙的生态圈，而且是 AI 的生态圈。过去听说鸿蒙生态圈是 APP 的生态圈，现在为什么叫 AI 生态圈？我让这里头，首先大家 AI agent 可能不熟悉，我简单讲 AI agent 从2个角度，第一个从 user 的角度，使用者，像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用 AI 的 APP 了，我现在就在专挑 AI agent 的 APP，因为我要做的任何东西，比如帮我找文章、收集资料、帮我画图，以前我要找3个 APP， 我现在只要找个助理，他直接帮我找 APP 就可以了。所以简单讲 ，AI 华为现在后面建立的 AI 生态圈也是一样，因为华为现在它的生态里头就有超过1300多个很强而有力、经常被使用的 APP，跟他们这些开发的功能。可是你说要使用者去寻找，无论从 PC 或者从手机上很困难。所以华为如果建立这个技术生态圈去统筹，帮使用者去整理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是华为的一个统整的一个功能，直接告诉你什么功能可以用，就省去了很多麻烦。2方面，它也直接可以跟这些帮他开发的这些死忠的 APP。绑得更紧，包括分红、利润这些也可以很清晰哈。我想这大家应该有点理解。当然，华为这次具体的宣布其实还是个很宏伟的。他宣布他未来这个生态圈要有1万个服务，就1万个很厉害的服务的功能，要有1000个意图框架。什么意思呢？就1000个直接你就看得懂的东西，你即使是小白也都可以用，以及包括刚刚讲他说要提供算力，让15000个他自己华为的人去供应。长时间15000人是帮这个生态圈去服务这些 APP， 也服务我们这些使用者。话虽如此，但我自己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不是这个，因为这都可以先前推论。而是现在华为除了它的叫升腾950，也宣布960、970的更厉害的晶片之外，大家也知道它投资新海来，包括做光刻机，这些都是真的。但我这次比较惊吓的是，华为竟然也投资做 HBM。HBM 其实它是高频宽记忆体，就是说你开发的晶片要放在这个 HBM 上，它才可以快速的沟通。因为单单只有晶片，它只是算，晶片跟之间需要沟通啊，所以这是 HBM。HBM 的技术过去是由韩国在主导以及超微，不是辉达的哦。所以在这个系统里头，华为过去 HBM 都仰赖韩国，最近美国也在追杀，所以我在这次才发现到，哇，华为竟然也投资要做 HBM。等于是全产业华为全部都在进行、在推动了，成不成功
不知道，因为它毕竟是追赶者。但至少这样的雄心，而且华为没有上市哈，它所有做的这些推动都机密，不用对外宣布，所以还是值得关注的。对，所以华为这一次的2大策略，第一个就是建这个 AI 生态圈 AI Agent， 第二个刚刚提到就是要推出的4款晶片。刚上志哥帮我们特别提到其中一款就是升腾950 PR， 现在预计是在明年的第1季就会正式的问世了。那刚刚提到的高频宽记忆体也就会使用华为自己研发的。不过现在眼前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包括它受到这个美国的制裁，所以还是不能去台积电来做投片。所以他们现在决定呢，这个原本的单颗算力，华为还是比不上辉达，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些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境，包括它要靠它的超节点的策略，也就是拼凑多颗的晶片组成一个新的效果，在未来可以保持最强的算力。他们预估在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之下，主要能力就可以超越了辉达。大使怎么看？对，这个是华为一直在找的一个解决，它现在就是说在制造芯片上没有办法这个运用所谓的这个极紫外光机做7奈米以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芯片的一个限制。那虽然华为也在尽量努力在这个光刻机上自力更生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在没有办法找到像这个极紫外光机的取代品之强，它有很多途径。对，像比如说，它是中芯帮它这个试用这个深紫外光机，就生产出来了7奈米甚至5奈米的晶片我记得这个华为曾经提过，他们就靠着什么堆叠的技术，还有一个是重复曝光的技术这些事实上都可以。那你堆叠的技术，你把几片晶片用封测的方式你不必一片晶片，而是几片晶片加在一起，把它的能效提升嘛。那除了这些所谓超节点的突破以外其实华为在 AI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跟美国的它的竞争对手在竞争的时候，它除了用硬体上面来硬碰硬之外，比如说那个超节点就是硬体的硬碰硬嘛。是，我晶片是。因为照所谓的我们这个天宫系统事实上它有3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算力的这个底座，算力底座就是需要什么？就是需要晶片，是你就是需要升腾910C，甚至是更高，这个是硬碰硬的。可是还有一个部分呢，所谓的天宫系统它要靠什么？模型平台，你要有算力底座，然后模型平台，比如模型平台，比如 DeepSeek 就是一个模型平台。那最近华为又推出一个新的，所谓就是说晶片跟这个什么也就是说逻辑晶片跟储存晶片之间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你在你的 AI 的晶片，比如说升腾它是属于逻辑晶片，那你要在这个所谓的记忆晶片，也就是 HBM 超宽频的这个记忆晶片里面，中间在这个高速的往返。把这些记忆的这些资讯在这个逻辑晶片里面相辅相成，然后做出想要的东西。可是这个取用 HBM 的这个过程中，他认为过去像这个 NVIDIA 它的那个中间是有很多重复跟浪费的地方，所以他设计了一个新的 manager， 那它是一个系统，也就是你的 AI 晶片在取用 HBM 里面的资讯的时候，它可以怎么样不需要那么大的储存量，它可以更精准的找到它所需要的资讯，就是说你储存的精细，这是它另外一个另辟一个途径。所以现在华为的 HBM 被美国也断了嘛，现在它不准这个海力士跟这个三星卖给华为这些 HBM， 那大陆就这个华为用这种方式，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达到目的有很多种方式。那这些也是中国大陆在模型平台方面做的功夫，所以呢，这些科学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路，有好多条路。所以华为事实上除了硬碰硬的晶片制造设计外，那其他在这个模型平台上面它也在找出路。所以呢，最后大家就看你做出来的结果是如何。那华为这个天宫还有所谓的行业运用这一块，它要把 AI 的应用尽快推动到所有的千家万户里面去。所以就整个来讲，华为是齐头并进，各种新的方法它都在一起在做。那这个可能比像 NVIDIA 这个公司只做晶片，可是它在大模型上面它事实上它一定要人家用它的大算力
而不能够用小算力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哈，可能 NVIDIA 没办法突破，可是华为做得到。好，谢谢大使。那我们刚刚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它现在的进程。那我们现在也来看到，因为最新消息哦，这个同样也是来自于辉达，因为它也最新宣布了，它接下来同样为了拼 AI， 所以它投资了1000亿美元哦，帮这个 OpenAI 来打造它的下一代超级数据中心，用电量现在根据统计会高达10 gigawatts， 配备数百万颗 GPU 来支持它最先进的 AI 模型的开发。那这个就能够帮助美国 AI 甩开中国吗？干哥怎么看？1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哎，黄仁勋怎么这个大手笔要干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其实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能够保有我在 GPU 仍是 AI 的核心，就是我 OpenAI 是我的主要客户，对我投资它的话，以后在 AI 的供应链上面，我一直可以保持领先的地位，而且1000亿也是长期投资啦，也不是说一次就拿出1000亿美金出来。可是1000亿美金真的是非常庞大，华尔街真的被他吓一跳。他说1000亿美金，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 Nike 大家知道全球知名的运动品牌，它的市值就是1000亿零50亿美金，也可以换算成整个缅因州的市值啊。缅因州的 GDP 就是1000亿美金年 GDP， 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讲的话，那黄仁勋是不是在冒大险？其实不是，因为为什么？他不是已经投资了50亿美金到英特尔吗？然后买了英特尔的4%的股权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他在这一关，川普已经可以同意他了。其实黄仁勋心里还是心心念念在想大陆这个市场怎么办？这才是重点呐，对不对？因为他们说你现在他不是有一个 RTX Pro 6000D 的这个晶片，他说现在大陆不要，为什么？因为大陆认为说，其实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就是要提升我们华为，刚大使讲的技术，对，华为自己晶片的技术。那老实讲一句，如果说你认为华为现在晶片还做不到的话，它总有一天做得到。我讲句实在话，大陆的总有一天不会太远，明年就是就是总有一天了。所以其实大陆的进步有时候是华尔街他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的这种事情。那现在阿里巴巴跟那个华为他们就暂停买辉达的晶片了，它加速在自制当中。所以你认为黄仁勋那1000亿的投资到底划不划算？有观察家认为说，你恐怕会成为 OpenAI 最后一个金主，因为 OpenAI 再这样无限制扩张下去的话，会很惨。好，孝伟哥又怎么看？其实当然说，像现在来讲哈，那黄仁勋他愿意投资1000亿美元，那这个规模非常大。因为不管怎么说以这种 AI 产业或者说是晶片产业来说，你要开发新晶片，然后开发速度更快、运算能力更强，然后甚至于效能更高的晶片，你就必须要花钱，然后去那个买机器，然后呢或者说从现有这个制程上再去精进，从这些现有制程精进、那个制程精进以及这个投资所获得的这样的成果，相对来说的确会让那个黄仁勋他在整个这个晶圆产业里面他特别是它的这个晶圆设定是在这种所谓 AI 那个晶片，也就是说能够让它的晶片做 AI 运算跟提供这个那个功能。那这个时候它本身的这个如何能够让它的晶片未来在耗电量或者说效能上更为提高，这些钱花下去就是要做这些事情。那你说好，在未来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说现在中国大陆、美国现在基本上来说对中国大陆完全抱持了这样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坚壁清野式的这样一个这个晶片的这样一个主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对于美国来讲，如果说今天像那个黄仁勋能够持续这样投资下去，是不是有可能未来能够挡住华为？我个人认为那只是时间的这个差距而已。因为中国大陆它的这个产能更大，它未来的能够投入的这个资金更多的话，有一天超车也不会是这个不可能的事。好，接下来我们特别来关心的是科技产业的消息。这个是华为现在又丢下了震撼弹。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是它的这个董事长，华为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最新喊话了。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在8月的时候会推出这一支 Pure 80系列手机。这一次的亮点就是它会搭载 AI 超级智能体上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这些鸿蒙的 AI 助理，这个叫做小艺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语音操作，但是这一次全面
升级，有点像它会变成这种全自动隐形管家。比如说我今天跟这个语音下一个指令说，我想要买机票啊，或我想要买手机啊，或者是我想要看哪些剧等等，它就会自动去帮你比价，然后去订机票，然后或者是帮你看，你想要买的手机有哪一些型号等等。那甚至你要看剧，它会帮你事先下载好等等，这些有非常多比较实际的一些功能，现在可能会推出并且上线，等于说你自己不用再去切换 App 去查资料，小易就会帮你做好这一些繁琐的操作，一声令下，全部都会自动的来做搞定。那这个呢，可以说是华为在用户智慧生态的一个全面的突破。有什么新的一些功能呢？跟过去的 AI 有什么不一样？请委员来带我们看。那这一次除了跟美国拼算力之外，华为在用户的操作上面哪一些新的亮点？委员。是吧？这次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华为2025的发布会了。那么这个发布会上，它当然抛出了一个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就是所谓的超级智能体的概念哦。那么它的超级智能体就是结合了它这个华为自己的基础模型，叫做盘古大模型。盘古大模型5.0版。那大家会问说，盘古大模型是什么呢？盘古大模型就类似 DeepSeek 了。它就是一个基础模型，它就是每一家公司有自己的基础模型，比如说腾讯的基础模型叫做混元大模型哦，然后比如说这个阿里的大模型叫通义千问大模型，它有各式各样的大模型。那华为的这个镇山之宝就叫做这个盘古大模型，它已经到5.0版了哦。那加上它的这个鸿蒙系统整合出来，他们推出了最新一代的叫做 AI Agent， 我们在这个 AI 圈我们叫做 AI Agent， 那么当然在中国大陆翻成叫做 AI 智能体，那在台湾可能翻成叫做 AI 代理人哦，就是 AI agent 的概念。所以所谓的超级智能体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 AI agent。什么叫做 AI agent？ 我简单的帮大家科普一下。就从2022年当时的大语言模型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ChatGPT。ChatGPT 最具代表性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给你一个答案。所以大家仔细注意哦，这是文字进出，文字出来哦，就是这个问答的过程。然后接下来的发展就开始越这个生成式的 AI 就越来越这个五花八门的生成出来，比如说已经不是输出一段文字，可能输出一张图，然后可能输出一段影片。所以呢，这个 AI 的基础模型的发展就从原本的所谓的大语言模型开始往上拉到多模态了。就多模态就是说我可以输入声音，我可以输入文字，我可以输入图片，我可以输入影片，我也可以同样的输出这么多。输入跟输出的样态都变多了，所以叫做多模态大模型。可这个角色很重要哦。当多模态大模型发展完之后，接着大家开始在挑战什么？就是要挑战这个 AI agent。什么叫做 AI 代理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在用的 AI 工具都是我要下指令，我下了一个指令嘛，我下了指令它就开始做。比如说我知道我要做一个 PowerPoint 的这个deck， 我要做一个这个 presentation 的资料。可是呢，我要怎么做？我可能先找大语言模型。跟他讲我要做什么样的内容，他把内容给了我，然后我再找了另外一个生成这个PowerPoint 档案的这个帮我们可以做 presentation 资料的模型，比如说像 Gamma 这种模型，我把我的资料要放进去，然后我还要点选很多相关的选项，然后他才帮我生成出来。这是我们现在在使用 AI 工具的一个模式。可是什么叫做 AI agent 呢？ AI agent 就告诉你说，你不用这样了，你就只要告诉他说，我现在针对这个 AI 语速时推广的这个题目，我要做一个10页的这个 presentation 的 deck， 你帮我做，直接做出来。下去之后，他就开始做了，就开始第一，他自己去调动大语言模型开始出来，帮你把资料弄完了。第二，他就自动把这个东西丢到了 Gamma 的另外一个这个 presentation deck 生成，就是这个 PowerPoint 生成的模型以后就帮你生成了，然后最后答案就出来了。所以包含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嘛，你说你要订一个机票，你说你想要去哪里玩，他会帮你整个规划完。所以所谓的 AI agent 的发展就有点类似什么嘞？就类似一个你看不见的 AI 个人助理。就你只要告诉他你要干嘛，可以帮你做。你说我明天晚上想要跟这个，我说我明天晚上想要跟干哥跟尹佑一起挑一个牛排馆吃饭哦。然后呢，这个牛排馆最好是有熟成式牛排的。然后我下了这个指令之后，他就开始做了。他开始先去网络上搜寻这个熟成牛排哪几家好，然后开始帮你去定位啊。定完了之后呢，他把这个资料呢就开始自动调动我的 LINE 的群组里头，可能我有干哥跟引诱的资料，直接帮我把简讯发出去了，说邀请吃个饭，
然后他最后就完成任务了。所以我说 AI agent 的最顶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阶段，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的层次。所以现在 AI agent 不只是华为自己有超级智能体，美国也有。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说，华为真的很厉害，很令人佩服因为美国的 AI agent 大概在半年前就开始有推出各式各样的模式出来。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它落实到应用，落实到现在华为这一次发布会当中给大家看到的，用手机还可以跨平台。就我今天用华为的平板，我还可以同时操纵我的手机，这种跨平台的 AI 的 agent 的调度，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所以也难怪美国会对中国大陆的 AI 发展这么的忌惮，因为毕竟中国大陆在 AI 发展的过程中，它跟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国就是闷着头在发展理论，然后再发展这个大模型，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说，它除了在做模型之外，它更重要一点是，它一直在思考说怎么让这个模型能够落地应用。所以这一次真的非常的惊讶就是突然间有了这种 AI agent， 然后落实在真正的生活当中，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重点来了，刚刚讲了嘛，这 AI agent 背后很重要的就是华为它首次开源 AI 大模型，就是盘古大模型，等于说它已经不怕，因为是开源的，代表中国科技已经不怕别人看了，有这样子的自信了吗？那是不是也打造了整个 AI 自己华为的生态链？华干哥怎么看？专家他们说，2025年上半年最后一天就6月30号，前几天他说开了华为开了开放原始码，这个意思就对了。开放原始码之后呢，我靠，你看那个什么盘古70亿参数稠密模型，盘古 Pro MOE720E 参数混合专家模型，这个东西开了以后，它到底有什么影响？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华为之前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都曾经将那个大模型开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AI 进入应用为王的市场，也就是说，将来就是应用才是王道啦。你还要再闭源吗？其实他们有对开源跟闭源做了很多讨论，一直到什么？一直到 DeepSeek 去年出来的时候，大家吓死了。为什么？因为开源之后的商业潜力无限，没有错。当然，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大模型、语言大模型的话，你应该是据为己有啊。像华为这么大的公司，我今天如果说我的大语言模型成熟的话，我可以赚很多钱。可是当 DeepSeek 一出来，它其实不是搅乱一池春水，它是建立了将来语言模型的市场规格跟规则。你就会发现说，这样反而带动了更多的进步。所以 DeepSeek 它其实说一句实在话，它用开源的方式，让很多的使用者，我们只是个人的使用者，你感觉得到 DeepSeek 的好处。可是我可以跟你讲，那是真正的大型的公司才会感受到他们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在商业上面，他们的成本竟然减半了，然后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操作模式的结果，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华为在这个实践升腾战略的这个关键里面，我坦白讲一句，它的商业潜力跟快速迭代、快速试错、除错的这个方面，坦白讲一句，华为今天真的是做到了。其实它以后真的是无可限量。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开源的系统也重新建立了华为自己的 AI 生态圈。另外就是这个美国一直觉得说中国大陆不管怎么样用的晶片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技术分析机构说的，他说呢，华为最新的鸿蒙的折叠电脑进行拆解之后，内部晶片被发现还是在2023年的制程算是比较晚的。那美国商务部因此在国会上面也发表了这个谈话，说呢，虽然完全没有办法完全阻止大陆取得先进的晶片，但是已经成功拖慢了它在晶片上面的升级。但是华为也用了一个影片来做反击，这个影片中特别播出了包括384颗的升腾 910C， 再加上它的192颗的鲲鹏 CPU 的互联，说算力还是世界上最强水准的一个算力。所以怎么看中美之间在科技战上面的角力？老师？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现在有时候美中双方在科技上的角力，已经不会是单纯我们讲的一个
晶片的一个制程或晶片的效能，其实反而会跟刚刚干哥讲的一样，是一个应用面的东西。我们讲在科技上面的话，过去我们讲到的就是大智疑云，大是大数据，智是智能化，移是移动数位移动的这一些物联网相关的一些器材，那云是云端。所以其实现在的一个是你要如何的是把运算的这些数据，让它可以去实用化。比如说你的运算很快，好，我10分钟内找到牛排馆，或5分钟内找到牛排馆，但是你要能够把它整合借接到可以传简讯出去，可以传赖出去，这一个才是功夫。所以为什么他今天要去开放原始码？很大的一个就是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厂商加入我的这一个族群，加入使用我的这一个程式码，让它可以让我的这一个运算或者是我计算的东西可以应用在相关的科技上面。所以其实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已经不会是单纯的比晶片，而是比整体的服务或制程以及使用者经验。那当然这一边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要再回归到这时候之前黄仁勋自己说的，不管在人工智慧、在科技上面，到后来最后要竞争的就是能源跟人才。那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中国我们看它最近在这个地缘战略上面，跟这个伊朗啦、中东啦这么多国家这些，其实都可以看到中国这个背后的身影，就是他会希望去确保它的一个能源来源，因为没有能源的话，你所有的计算、所有的晶片基本上都是没有用的垃圾。好，谢谢林老师，谢谢老师们。